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棵非常漂亮的兰花，它的名字叫做伯里奇兰。外表上看跟一般的文心兰非常的相像，不看名签的话，我还真以为这是一棵文心兰了。伯里奇兰跟一般文心兰的花不一样，它是没有香味的，但是它的花期非常的长，每次开花都有2-3个月的时间。现在开花的这2只花梗是今年第2轮开花了，之前已经开过1次。那一只花梗开完之后，这2只花梗又马上长出来了。上面这一只花梗还有好几个花苞没有打开。这棵伯里奇兰的花非常的漂亮，金黄金黄的，加上它花的中心的那一点白饰，就像金黄的花亮上了一颗珍珠在里面。这棵兰花一枝花梗就能开出这么多花来，我也没有仔细的数过它到底能开出多少朵花，但是起码也有好几10朵吧。还好这些花是没有香味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些花是有香味的，已经开了大半年，还继续的开，让人也受不了的。花还陆陆续续的在开，而这一边呢，已经又长出了2只花梗。看一下，这一只已经长这么长了。另外的一只也在同一个假棱镜上面，是在这一边。这一个花梗是刚刚长出来的，也就是说，这棵兰花好有可能整一年都在开花了。它的花期是没有规定时间的，只要它的植株健康，它随时都可以开花，一年四季都能开花的。这棵伯里奇兰我已经养了好长时间，植株早就爆盆了。看一下，满满的都是假棱镜，都是非常健康、肥肥胖胖的假棱镜，应该有10几个假棱镜了吧。从正面这样看，里面已经长得满满的。这棵兰花我应该早2-3年就应该给它换盆，但是呢，它是长在这些水苔里面。看看这个盆，就是这么小的盆，它的根系跟文心兰一样，都是非常细小的，也是用水苔种植。刚刚给它浇过水，非常湿，里面的水苔早就长满了根。早一段时间我看过，想试一下给它换盆，这片叶子又剪掉了，有一个黑点。之前想过给它换盆，但是看一下它长得满满的根，这些长满了根的水苔非常难拆开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一拖再拖，每一次都说等它开完花就给它换盆，开完花之后还是一拖再拖，到现在还是没有给它换盆，就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。这里有一个开过花的花梗，这边也有一个开过花的花梗。不分盆的好处就是这么多假棱镜，一个一个轮流在开花，就整一年都有花看了。这也就是懒人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吧。
这个就是刚刚开完花的那一只花梗。它的种植方法跟文心兰的种植方法差不多，对光线的要求也跟文心兰对光线的要求一样。这个玻璃奇兰一直都是种植在室内，光线没有室外的光线那么强，光线稍微的低一些，对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。其他放在室外的文心兰，在猛烈的阳光照射下，有些叶子都长满了斑。不知道把这颗玻璃奇兰也拿到室外的话，会不会像其他文心兰一样也晒出斑呢？它的根系也非常的细小，它们对水分的要求也比较高，跟文心兰的种植方法一样，只要表面的水苔干了，我就给它泡水。因为它植株比较多，所以我每次都会给它泡水的。它对温度的要求也比较高，低于10°C的温度，它就会停止了生长。它耐高温，不耐寒冷。在冬天，温度低于10°C就要把它搬到室内了。夏天100°C对它来说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，只要不直接的晒太阳，它就能健康的生长。疏松排水性好的植料，比如桃栗、木炭、珍珠岩、树皮、水苔、椰子壳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这些花刚打开的时候是橙黄色的，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橙红色，颜色就深一点。玻璃奇兰怎么样给它施肥呢？特别是像这一颗不断开花的玻璃奇兰，到底应该怎样给它施肥？有些人喜欢在不同的季节给兰花施不同的氮磷钾肥。在兰花的积极生长期会用氮肥，在准备开花的时候就用磷肥。那么像这一颗兰花，它不断的开花，不断的长花梗，那到底应该怎样给它施肥？要施什么肥呢？之前我也是一直纠结应该怎样给这种兰花施肥，后来跟 Go Country August 那个老板查询了一下，他说最好是用均衡肥。他说不要刻意的光是为了长叶子而用氮肥，为了开花而用磷肥跟钾肥，最好是用均衡肥。只要根系长好了，植株跟叶子自然而然就会长好，植株健康了，也就自然的开出健康美丽的花来。所以我用的肥料是20-20-20的兰花均衡肥。等它开完花之后，我这一次是要下定决心要给它分盆了。虽然看着这么多的假鳞茎会头疼，但是也必须要给它分盆，或者是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了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等这2只花梗开完之后，另外的那2只花梗就会陆陆续续的再开花。等它们再开完花的时候，应该是半年之后了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